比特币会继续暴涨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呢，我之前所开的这张以太坊的多单，我依然没有跟动，仓位价值一样是67颗的以太坊。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的未结盈亏再加上已结盈亏，现在已经来到了14颗多的以太坊。那总合起来呢，绝对也是超过了100万的台币左右。那我们还可以看到呢，我们之前所开的山寨币的单子现在也喷发起来了。尤其呢，如果我们挑选过的山寨币，比如说 Solana 啦、Avalanche 在最近几天的表现其实是相当不错的。那大家可以发现呢，我们之前这张一直在亏损的以太坊的多单呢，现在也由红翻绿了，翻正了。那我们总和的收益呢，现在也是相当的不错的。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现金就是你可以直接提币走的。或者你可以质押$500，3天就可以拿到$36.5的现金，一样可以直接提币。那这两个活动呢，你可以同时参加。好，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那其实呢，我们先从月线来看在过往币圈有2大神主牌，或者说神话吧。以前有非常多人都会在网络上分享。当然，我们从历史复盘上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接下来会不会遵循着这样的法则呢？其实不好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之前可以被整理出哪2个法则呢？我们可以先把减半这个时间点给画出来了。那我们先从周线上面来找。那减半呢，我们可以直接拿这个 hash ribbon。那其实现在呢，我有去观察了一下，我们最近几天呢，区块产出的速度其实最近几天区块产出的速度呢，是比过往呢，或者比预期要来得快一些些的。所以我们现在呢，离减半呢只剩下64天了，只剩下64天。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吧，你可以看到呢，在这里下一次减半呢，只剩下64天，22个小时，其实是相当的快，时间过得很快。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讲的时候还有70几天，现在剩下60几天接下来呢，我们很有可能每次都会为各位做倒数，因为比特币减半就是属于币圈的高光时刻。那么剩下64天的情况下呢，我们下一次减半毫无疑问会在4月左右，然后发生。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之前的月线上其实我们先把减半给画出来呢，我们就可以归纳出几个比较重要。当然了，这个是以前很多人在讲的，比如说呢，我们在减半之前减半之前的上涨呢，它是没有办法去突破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高点的。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高点，当然第一次的话这次的牛市它其实并不是到非常典型没有到非常典型。其实我们是一直到了2013年，然后它才走出了第一次比较典型的牛市。所以我们牛市基本上可以分几个周期就是13年这一轮，然后17年这一轮，然后21年这一轮。那当然了，我们这轮就是25年，25年的时候我们会到达顶峰你可以发现呢，如果我们把这几轮牛市的顶峰都给画出来，我们可以发现基本上我们在前期没有任何一次是在减半之前我们就来到了前一轮牛市的高点的这是前一轮牛市的高点，没问题那这个点位呢，我们一定要到减半之后至少之前每一次都是这样子。我们要突破前面这个的高点呢，我们在减半之前的这段上涨是没有办法的。我们要到减半之后我们在减半的时候呢它没有办法突破前一轮牛市的高点前一轮牛市的高点我们要到减半后一段时间才会突破。那重点来了，我们现在减半呢只剩下2个月左右，我们有没有机会这次跟之前不一样呢？也就是我们在减半之前我们就来突破69000的高点。当然我们之前呢每一次都是要到减半之后的，我认为我们这一次呢说不定是有机会的，尤其我们在突破了44000之后呢，行情已经确定是展开了如果说我们后面真的涨得很顺利的话，说不定真的是有机会的。那为什么说这个规律它有可能在这轮被打破呢？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规律这2大规律呢，就是币圈的2个神主牌，就是减半跟价格之间的关系。那当然这个有非常多人有整理过比如说呢，你可以发现我们在减半的时候呢这减半后面开启的牛市就没问题嘛，牛市，那当然我们这边会有牛市，这个是预期之内没问题的。我们还可以发现呢，我们在过往熊市的最底部呢，比如说在这个位置熊市的最底部然后熊市的最底部，然后这里熊市的最底部，这3个熊市底部呢这个点位熊市底部它都
不会接触到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啊，这个也是有非常非常多人有发现的。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熊市最底部的时候，我们也没有碰触到前一轮牛市的顶峰，这可以代表比特币在牛市的涨幅真的是很猛的。我们熊市的底部是碰不到上一轮牛市的顶峰的。你看，我们在这轮熊市的底部，对不对？我们没有碰到上一轮牛市的顶峰，但是啊，我们就在上一次我们到22年的时候呢，然后下跌，这个熊市的底部它是在15500左右它已经比我们前一轮牛市在2万左右的最高点呢还要来得更低了。也就是说，这个规律已经被打破了。那我们这次有没有机会再把另外那个规律，也就是我们在减半前呢没有办法突破牛市的前高的这个规律给打破呢？我认为说不定是有一丝丝机会的。虽然说我们现在时间剩的不多了，但我们的行情呢已经走出去了，车已经确定是开出去了。我们可以来看到比特币的盘面了，我们就直接从周线上，从切从周线上来说，我们可以发现呢，我们过往的调整过往的盘整它已经被打破了，而且这个打破呢绝对是真实的，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这根 K 线它的实体部分非常的饱满连实体部分的话，就包括实体我们就有11个百分点的涨幅，这也是蛮不错的就以周线来说也是蛮不错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量能呢，它其实有体现出来的，它并不是说到很弱，所以这个突破我认为它就是一个真突破，而且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再回到44000以下的这个区间呢至少在我们这段上涨结束之前。那其实换句话说呢，如果说比特币它在这个突破之后呢，它还能以任何形式，我认为极限就是在44000。回到44000，这个已经是极限了如果说再往下的话，那我认为多头就真的要很小心了。那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这段上涨可能有非常多人在怀疑它，确实它一开始刚到43000、44000出头的时候，我也有怀疑过一下但你可以发现呢，我们这段的上涨它其实走的是很巧妙，这里它确实量能不大，没错。但后来呢，它的量能呢也体现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它在上涨的过程，它的量能也是体现出来，也是增加的。而且呢，其实量能有体现这个我认为还不足以很站稳它其实在量能上是符合要求的。我认为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就是我们在过去这段调整的过程呢，我们的量能空头的量能是不断的缩小下去的。那这就给了多头很大的机会，尤其在我们突破44000之后呢，我相信这个机会是我们一定要好好把握住的。那当然了，我们现在有受到一点小小的回落，而且现在其实不冲锋是好的因为我们现在是假日。但我相信等到了我们周一周一对我们来说呢，一样是假期但其实美国人周一他是上班那周一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就绝对有机会呢，来创造我们这一轮上涨以来的新高，也就是我们要来突破之前49001的高点。绝对有机会在周一的时候就实现出来。好，那我们一起来期待这波行情吧。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